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2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平安夜大涨，圣诞行情正式启动，大资金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能够过好节，也是操碎了心，哪怕只有半天时间，也不妨碍美股大涨。周二是一根关头阳线，如果不是美股提前休市，可能纳指就先创新高了。目前特斯拉止跌上涨，是回调再启动的行情，英伟达反观就走弱了，出现了反弹10日线，接下来稍微要小心注意一下。比特币概念股依旧看涨，阿哲认为圣诞节后市场大概率还有牛回头的机会。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现在我们看到本期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24期视频，我们会通过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的行情观点。第一部分会是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右侧的趋势分析和左侧空间点位的计算，告诉大家目前的市场大环境如何。第二部分我们会讲到英伟达和特斯拉的各个纬度的技术面分析。第三部分会讲以下个股：博通、PLTR、台积电、谷歌、亚马逊、比特币概念股等技术面的快报。以上3个部分就是本期内容的所有内容安排，因为内容较多，阿哲时常是难以把控的。所以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阿哲建议每一个内容都认真的观看。如果您是新同学，或者说您的时间比较宝贵，那可以看一下阿哲下方视频底下的时间轴。阿哲呢将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都按时间做了规划。如果您有更加想要去及时观看的内容，可以用时间轴来跳转，那么希望能够解决您的一些顾虑。现在我们先看到左侧的图表，左侧的图表当中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图表上，阿哲标记了有3个负阴线的标志。那么这3个负阴线就是本次的市场在底位上涨以来出现的3次有效的逃顶和买进的信号。这一个方法很简单，我们讲过了很多期，但是今天呢，阿哲依旧要稍微提一提，因为呢，我们要照顾一下新来的同学。这一个方法需要有2根 K 线，那么第一根 K 线是阳线，第2根 K 线是阴线。而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阴线的高点要比阳线的高点是创出新高的，同时阴线的收盘价是要覆盖阳线实体一半以上，这就叫做负阴线。阳线的上涨动能被阴线所覆盖，而覆盖一半以上，说明多方动能有所打压，空方有所出现。当市场出现了负阴线之后，我们一般会知道它是一个风险的提醒，往往是市场的高点，或者说短期的高点。同时呢，它也容易是市场出现的砸盘行为，而砸盘行为一般会出现后续的上涨行情。我们会发现图表当中出现了负阴线之后，要么快速短期的暴跌，要么出现后续的短线的加速行情。在负阴线出现之后，要么是风险出现，要么有机会产生。那么出现负阴线，我们一般会执行减仓或离场的动作，而后等待第2天的 K 线产生。第2天，也就是这2根 K 线组合负阴线后的这一天，我们称为 XK 线。这根 K 线的高点作为观察对象，当市场出现了收盘突破它的高点，我们认为前期的负阴线不管跌还是没有跌，有没有出现大跌，它后续都为上涨，或者说更大概率前期为砸盘，那么后续还有上涨行情、上涨空间。那包括这一个负阴线，纳指曾经在上涨途中所出现这样的2根 K 线，而后 XK 线的高点立马第2天被突破，我们就知道了，这里只是上涨当中的一个洗盘行为、砸盘行为，后续股价还有新高。那包括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一天，它是不是高点创了左侧新高，而后收盘价覆盖了昨天阳线的所有，它是一个标准的有效的负阴线。而这一根 K 线的后续就是 XK 线，它的高点被收盘突破，作为入场信号，股价后续出现了上涨。所以阿哲呢，在这一天大跌之后，告诉大家，如果在之前你没有听取阿哲的建议去左侧逃顶，那么这一天的阴线出现了大跌，那么你就不用去考虑要不要先卖出的问题了，因为这种负阴线后，我们有一个观察的对象，就是 XK 线。当 XK 线能被突破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不能再去卖了，因为一卖就是一个地板价，股价在这里开始上涨。这一天提醒反弹时刻，这一天提醒加仓，而后平安夜大涨，
这是最近我们的一个操作策略。在过往的几期视频当中，你可以很明确通过标题和视频当中阿哲的讲解，得到这个操作的一个方向。你会发现市场确实走出了一个底部的反弹行情。那么在圣诞节后，我们怎么去看待目前的市场？我们这是今天的第一部分要讲到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一部分右侧的趋势线分析。在图表当中，我们看到两条趋势线，前期的两个高点形成的趋势线，以及底下两个低点所形成延伸的趋势线，构成了中间的一个楔形走势。而后续的股价虽然脱离了这个楔形的收敛形态，但是呢，两条趋势线的支撑压力依旧保持有效。这是在11月份我们就一直提到的两根趋势线。股价目前在前期是一个收敛，而现在在这一个趋势线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扩上的状态，它的高点上轨在前方的这一条趋势线附近，而它的一个下轨在这一根趋势线附近，所以你会发现价格到达了趋势线上方徘徊，而后它会出现回归下方的一个趋势线。你会发现前期这一根大阴线下涨，感觉风险很大，但是它这一根阴线就把整个空间基本上跌得差不多了。你会发现低位的空间没剩多少，而在这一根低开高走阳线出现之后，股价直接触底反弹，因为它到达了这个趋势线的一个下沿。那么现在价格出现了一个上涨，连续的3天反弹，差不多要把这一根阴线所带来的恐慌性的砸盘这个空间给修复，稍微涨一涨就要创出新高。所以目前我们可以定义前面的这一根阴线的下砸，它所带来的一个筹码的断层已经有所修复，而前高大概率能够去被突破，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稍微也要关注一下这根阴线最后所提供的压力，就是这根阴线的高点附近它的实体上沿和影线这个区间。那么目前的价格指数纳指已经非常临近，所以阿哲呢认为这里要一次性快速突破可能性不是很大。在本周最后的2个交易日，周四和周五的时候，市场走出牛回头略微的回调是大概率事件，一次性的突破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能够出现，那么当然是很好的，市场会继续的延续狂欢的行情。但是阿哲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更大的几率是出现稍微的牛回头略微的调整，而后续突破，是目前右侧来看比较大概率的一个事件。阿哲对于当前行情的看法是比较明确的，如果刚才阿哲所讲的话你能够理解，那么对于周四周五的行情你应该明白大概率呢会怎么样去运行。听到这里，阿哲再提醒一下，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记得每期视频照常的点赞支持，如果能够留下您的评论就更好了，那么支持阿哲的一个创作鼓励阿哲的视频创作。如果是新同学，那么对你如果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也千万不要忘记在首次观看阿哲视频之后，可以点击一个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订阅之后加入阿哲的粉丝团体，那么再点开全部的铃铛通知，未来阿哲的所有视频以及所有直播只要是公开的，那么你就可以在阿哲上传发布之后第一时间接到系统的通知，可以第一时间来到阿哲的频道观看最新的视频动态。我们一起呢研究美股的技术面分析，以及去观察美股的行情走势，在美股当中实现财富的增长。感谢老同学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感谢大家。以上呢我们讲的是第一部分关于纳指的右侧趋势分析和阿哲对于本周的一些看法。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空间的技术点位测算。所谓的空间点位测算是阿哲在最近2-3个月以来一直所使用，并且一直在告诉大家去让大家观察的一个方式，一个技术分析。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像左侧你所看到这一条信息是阿哲呢每天只要美股开盘就会发到 Telegram 当中的一条盘前解析。只要你是订阅观众，特别呢你是新订阅阿哲的观众，那么你肯定就有机会获得这一条限时的福利信息。为了感谢大家的订阅和首次见面的支持，那么阿哲呢会至少提供半个月左右的这一个消息技术面上的一个提醒。
那么这条信息呢会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阿哲对于当下市场、当下美股对于技术面上的一些观点，一般是趋势上的观点。第二部分是市场当中日内观察的重要支撑和压力位，这一个支撑点位和压力点位，也就是日内所测算的高低点，它不是说100%一定会打到那一个点位，而是说这个价位为一个正常的股价波动区间，高点低点是理应当天出现的区间范围之内。而如果股价的多头异常强势，那么价格的收盘一般会去突破日内预测的高点，后续则会转为看涨。那如果空头强势，则股价当天收盘会跌破日内的预测低点，也就是支撑，那么后续股价会转而去看跌。在右边的图表当中，我们看到有些 K 线底下有绿灯，有些 K 线底下有红灯。绿灯则代表当天的股价收盘是突破了预测的高点，那么后续则股价大概率能够延续上涨。而反之，如果市场底下的 K 线出现的是红灯，说明当天的股价收盘跌破了日内预测的低点，跌破了支撑，那么后续容易有风险释放，就要小心。当价格持续的红灯，我们一般不去做看多的交易，价格持续绿灯，我们正常会去买入并且持股。而绿灯之后遇到红灯，我们是一个风险提醒，需要止盈，只有等到红灯再次转绿，才是进入做多的空间。那么通过这个技巧，在10月初以来，阿哲持续的分享，持续的去测算，你只要是订阅观众，应该会有某一段时间持续的跟踪过这个方法，应该会知道它是比较有效。如果能够持续长久以往以此去操作，至少对于指数的风格风向你可以把握的比较清楚，市场在该上涨时你至少不会错过太多，该出现下跌时你至少能够有所发现，不至于被深套。每一个大顶你都能够去逃过，每一个大底你至少能够上车。而这个技巧我们一般适合用于相对单边或者说相对趋势明显的行情，有关于波段上涨和波段下跌是比较不错的。而目前的美股处于波段上涨当中，所以这一个方法当前依旧是有效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次大跌之后出现了绿灯，那么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应该买入股票，市场连续的上涨。在平安夜当天虽然只有半天的交易时间，但依旧收出了绿灯，所以在平安夜这一天依旧后续能够延续看涨。那目前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一个绿灯会不会是高位的绿灯，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绿灯虽然看涨，但是它有一些是低位的绿灯，那么看涨的概率就大大增加。而往后越是上涨，比如说像这一个高点它就是绿灯，但它后续反而走出下跌，像这里它也是绿灯，这一天也是强势的多头，但后续呢也是走出下跌。所以绿灯 K 线可以在最低点出现，它也会在高点出现，我们需要去区分目前的这根 K 线是高点还是低点。首先以下跌反弹来看，它的空间已经过去了前高到低点这个区间的一半以上，接近创新高，所以在下跌反弹的空间当中，它不属于低位。那么走到这里的绿灯呢，一般不作为一个买入的再次提醒，我们到这一天一般就不再加仓了。前面的这一天和这一天是可以去持续买进、持续加仓的。但是到了平安夜这一天呢，你可以做出左侧获利了结，或者说持股观望的技巧。那么何时我们需要去止盈，或者说何时呢有风险出现，我们可以看一下市场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红灯。那么今天的视频当中，阿哲呢就不卖关子了，直接跟大家告诉一下今天的防守位，周四的股价收盘跌破哪个价位会出现红灯呢？这个价位是19922.4，19922.4，这个点位是目前周四的防守的位置。如果股价今天纳指收盘跌破19922.4，则会出现一根反弹当中的红灯 K 线，那么这一天则告诉我们属于右侧的止盈信号、风险信号。那本次的下跌反弹到目前为止，你可以将一些短线的盈利有所出逃，有所兑现。这是今天周四的点位，大家注意了，每天点位都有所变化。如果周四没跌破，就看一下周五有没有跌破。如果持续的上涨，持续的没有跌破，没出现红灯 K 线，就持续的持股。出现红灯则止盈，再次转绿则持股或者说买进。
那么直到有红灯出现，我们再去考虑风险的产生。目前没有红灯，则风险不大。所以呢，今天先关注一下红灯有没有出现，如果出现了，就小心风险。那么这里呢，阿哲告诉一下，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你如何呢每天能够得到这个点位测算？因为阿哲呢不是每天都会发视频，每天都会公布。如果你能够加入到 Telegram 当中，那么就有机会每天收到盘前的这个点位测算，会更加及时，更加方便。首先，第一个条件，你必须得要是阿哲频道的订阅观众。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得要点击在下方视频当中有一个评论区，阿哲在置顶的评论区当中有放置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他的 Telegram。那么你可以通过那一个链接点击之后找到助教。那么这个评论呢是阿哲的置顶评论，应该很容易就能够看得到。点击其中的助教的 Telegram 链接，找到助教，回复一个盘前，你发送一个盘前这2个字发给助教，那么助教呢就知道你是想要得到每天美股盘前的这个点位测算，那么他未来在阿哲所发送的信息当中，他就会提前去告知你，告诉你今天阿哲更新了这个点位。同时大家注意了，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不止呢可以获取到我们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在日常我们也会有粉丝群组去做知识答疑以及交流，包括在群组当中还有进阶的知识以及内部的直播课程。这个内部直播课是在公开频道当中所没有的，你是看不了的，必须得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Telegram 当中才能够去观看内部的直播。这一部分是专属于订阅观众的专属福利，所以大家还没有订阅阿哲的，那么可以赶快呢在油管频道上点击阿哲频道的订阅，成为新的订阅观众，那么就可以享受到以上的3重福利。那么第1重福利有点要求，因为粉丝群组的人数呢，阿哲不希望太多，这样的话更加方便管理，所以一般来讲，你哪怕是订阅观众，也不会很轻易的能够被助教邀请进入到粉丝群组。一般还有另外的一个小小的条件，因为阿哲呢想要确定你真的是为了知识而来，真的是喜欢技术分析，热爱技术分析，想要学习，想要进步的同学，那么你只要听1节内部直播课程。那么在内部直播课程当中，每一位老师除了阿哲之外呢，还有其他老师分享。那么在讲解了内部直播之后，都会安排一个课后的作业，你只要完成1次作业，把这一个作业呢发给助教老师，那么助教老师在审核通过之后，就会邀请大家进入到粉丝群组。所以我们可以去认真观看一下内部直播，而后完成1次作业，你就可以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啦。那关于内部直播最近的一个课程，我们叫做抄底专家，是在本周所举办的一个系列课。那么本次的市场抄底专家又刚好迎来了低点的产生。在每一次的主题班课抄底专家举行的时候，基本都是市场大跌的时候，而本次也不例外。市场大跌，阿哲在本周举办抄底专家，市场出现反弹。那么这些方法如果能够在当时所听到，你呢在本次行情当中应该不会错过这一个反弹利润。但如果你错过了，你说阿哲今天才看到你的频道，那其实也还好，来得及。这4期视频4期的直播都是内部直播，只要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今天的新同学新订阅粉丝都可以跟助教老师取得联系之后，让助教老师发送这4节课程的回放给到你。4节课程的回放里面所讲到的抄底点位、抄底知识内容、抄底模型，你都可以通过回放来去学习。而如果能够完成1次课程当中的作业，那么就有机会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订阅。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第1部分，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右侧技术分析和空间技术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第2部分，英伟达和特斯拉的专项解析。我们看到英伟达，我们现在先看到英伟达的技术图表。目前你所看到是英伟达日线的图表。在前期的视频讲解当中，我们讲到前方的高点是一个密集的筹码区，而它被有效的突破回踩过之后，那么这一个压力则转为了支撑。在本次的高点后的调整下跌当中，目前是不是在本周上周来到了这个支撑区？那本周迎接出了反弹行情。那么以此呢，我们可以再次的确认下方的这个阴影区间，它是一个有效的支撑。股价后续每次来到这里，你都要小心了，
它有机会成为再一次的低点。那么现在在这一根股价的假阳线被突破之后，是不是市场迎接了反弹？而反弹过程当中，目前出现了3根阳线，1、2、3根阳线，第3根阳线的实体比第2根阳线的实体是缩短的，明显的变短的。我们说阳线的实体代表上涨的动能，而股价上涨当中，你会发现第一天实体比较大，第2天有所缩短，第3天变成10日线。所以英伟达在触底之后的反弹当中，它的实体不断的变短，说明反弹的力度是不断的越来越变小。而第3天它是10日线，而英伟达出现了这种状况，就说明反弹力度有所衰减，多方走到这要小心，它是一个左侧的卖出信号，卖出提醒，这个叫做三阳小顶模型。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一个高点，像之前这一个低点后运线上涨上破，而后股价上涨创新高。那你会发现的是，这里是不是也是3连阳？而第3根阳线的实体是不是和第2根也是有一点点变短？那么只要出现这种结构，它就可以算是一种三阳小顶模型。只是呢，前面这里是不明显的，它甚至呢可能并不是。好，但是现在这里它就很明显了，第3天还是一个10日线。所以英伟达这里出现回落回调的概率是大大增加的。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如果左侧不做卖出动作，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右侧防守，右侧的防守位是这一根阳线，第3根阳线它的最低价格。如果收盘价跌破了它，那么作为短线来讲是一种风险的提醒，是一种右侧的卖出信号。这是当前的英伟达在空间上有所支撑，但是呢价格上的上涨是出现了多方动能衰竭的信号。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这2个维度的技术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方呢是一个动能 K 线，和指数一样，当股价突破预测的日内高点，那么它会出现的是绿灯。而当股价呢在市场下跌当中出现了一个红灯，就说明预测的日内低点被跌破了。那么看到现在在上周的周五的位置，英伟达出现了下跌当中的绿灯，而后我们看到周一的时候继续延续绿灯，所以这2天的多方动能是极强的。而在第3天，也就是周二平安夜的这一天开市半天，股价出现了长上影线和长下影线，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10日线。当底下呢是没有绿灯的，说明股价虽然是上涨的，但是它的整体价格的动能是不强的。那么结合三阳小顶模型，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有一点点风险。而在右侧来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市场如果往下跌到哪个价位会出现红灯 K 线呢？这里我们可以简单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点位。今天的股价它的日内预测低点是 139.435， 也就是说价格要守住这个点位 139.435。如果今天的英伟达收盘跌破 139.435， 那么则会出现红灯 K 线，反弹当中出现红灯 K 线则要小心。股价在反弹当中如果出现红灯 K 线则要小心。这是今天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防守点位，不能够去收盘跌破。我们再看到下方的一个资金层面 BBD， 在下方的 BBD 资金显示当中，我们之前有讲到，如果是下跌反弹的行情，要关注一下股价从水下向上流进资金上窗的这一天。每一次股价流进资金下跌反弹，由下至上去上窗这一个蓝色轴的时候，说明它是一个反弹到反转的一个临界点，是一个股价多头反弹强与弱的临界点。所以每次出现这种上窗由水下上窗水上，就要去小心了。它的一个价格就是关键的价格，关键的区间，只有股价呢后续能够去突破并且有效的站上，我们认为反弹强势后续有机会反转。而如果市场只是反弹，一般这根 K 线就到头了，很难去有效的突破。那么股价是不是每次到达这个区间附近就容易产生反弹的高点和反弹的风险？因为之前这2个位置的多头都不坚定，都不强势，多方动能无法持续。那目前也是一样的，出现了这一根 K 线之后，在上一期视频我们讲过，它是一个当前的变盘 K 线，是一个变盘点。
如果多方是弱势的，它则有机会像之前那样子成为一个变盘高点，至少是一个短期的容易回落的点。好，那么这根 K 线它的区间范围之内，意味着市场是一个方向选择，在它的区间之下，说明多方弱势，空方再次占据主导，而股价只有出现有效的强势站上这根 K 线的高点之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强势的反弹，股价才有机会去反转，才有机会把左侧的高点去突破。而目前在出现这一根资金的变盘 K 线之后，第二天走的是十日星，目前收盘虽然站上了，但是它不是一个有效的，因为它是十日星，并不强势。如果今天能够再次收一根阳线在这之上，那么意味着突破则可能是有效，那么我们后续就可以依旧在这前方的 K 线之上看涨了。以上就是关于英伟达空间、价格、资金动能几个维度的分析，希望对你呢能够有所帮助。关注关键的资金 K 线。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在 406.71 和 478.4 这个区间内展开了一轮调整，一轮上冲后的回调，而目前再次的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高走的一根强势阳线。大家注意了，这根阳线底下表现为缩量，从高位下跌到启动，这根阳线是缩量的启动，这是一个好还是不好的事情？正常如果是持续的下跌，那么这个量能一般我们认为放量会比较有转折的意愿，而假如股价是上涨行情当中的回调，只是浅度的洗盘，那么正常上涨的阳线缩量会比较好一点。我们看到前期这里股价出现了上涨，如果价格在下跌途中出现了上涨大量的出现，一般意味反转是有效的，但如果大量产生，那么正常来讲它很难是一直的加速，所以在这个大量之后，市场出现了回落，只是呢没有去跌破这个大量阳线的低点，而后再一次启动的跳空高开高走的阳线是缩量的一根阳线，但是它不影响价格的有效反转，因为后续呢再次出现了放量的上冲加速，而正常来讲，股价回调略微回调，首次止跌的阳线缩量为佳。那么像这里它是缩量的，这一次的低点也是缩量的，而目前你所看到的像这一个回调，它的低点也还是缩量的，那么这里它为缩量是正常的，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本次资金对于特斯拉的上涨是不意外的，整体的市场方向都是一致的。甚至呢前面的下跌，除了第一次有比较多的人开始去获利兑现，后续的调整都没有把特斯拉的一些人群所吓跑，所以目前的特斯拉筹码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股价的上涨哪怕涨了7个点，它依旧是缩量的，因为市场是一致的，认为特斯拉它就应该上涨，所以目前的特斯拉属于上涨后的回调启动点，这一天构成了一个买点。而因为我们认为前面的上涨回调它是一个回调，那么这里的低点则是回调低点，所以这一天的买进的价位，我们可以以前方的低点作为防守位，作为本次的一个止损价位，去完成这一笔股价往上创新高的动作。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另外2个方面，资金和动能技术面上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前期第一位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之后，是不是价格就持续的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强势持续的大波段，从这一天的绿灯到这一天的绿灯持续的上涨，持续的延续，而中间是没有红灯的，说明多方保持着一个惯性在不断的上冲，而这一天一出现红灯，后续就见了一个低点，它就没有多少下跌的动能了，因为后面没有再出现红灯，在这一个红灯后的第4天出现了绿灯，那么在一个强势的行情当中，我们认为连续的绿灯的强势行情当中，红灯它只是洗盘，在红灯后它就出现了绿灯，那么这一天的绿灯在动能 K 线上，它也表现为再次的上涨信号。而我们看到资金层面，这个资金由上至下去调整去流出，刚才我们讲到的，如果下跌反弹，要关注股价由下方上穿时的这根 K 线，这一天高点要被突破，低点不能跌破。那价格如果是洗盘呢？
如果是上涨回调呢，看的就是价格流出时下穿的蓝轴这根线。好，这一天下穿了蓝轴，那么这一根 K 线则是关键的低点变盘 K 线，它的低点不能跌破，它的高点应该被突破，所以这一天也是突破了这个变盘的 K 线。所以这一天连阴之后的阳线，它是一个比较共振的多维度的买进信号，在动能上以及在资金上都为买点。而我们通过资金可以知道，这根 K 线是比较关键的，它的高点之上为多头的区域。那么价格如果回归到这中间，那么就要小心它再次的波折。如果再次跌破它，那么股价这里只是反弹，还得下跌。所以我们的防守位有2个，一个呢就是这根资金 K 线的高点，另外一个呢是股价本次调整的低点。那么每跌破一个关键价位，我们的资金就应该离场部分、止损部分，千万不要太过于恋战。虽然这种可能性呢短期是很小的，我们依旧看它往上波动，向上新高。以上我们所讲的是英伟达和特斯拉的各个纬度多层面的技术面的专项报告。第3部分我们会讲一下博通、PLTR、台积电、谷歌、亚马逊和比特币概念股技术面的快报。那么大家呢可以听一下第3部分。第3部分的解析会比起第2部分呢会粗犷一点，会比较快速一点，希望对此呢也能够帮助你些许。现在我们先看到博通也是第一只行情快报的个股，在低点出现了绿点的绿灯 K 线后，股价上涨了一波，给到了一点利润，而后红灯之后出现了获利提醒的信号，是一个风险信号。但是在风险信号之后，又立马第2天出现绿灯，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种上涨当中，这一天的一日红灯则为砸盘行为，类似于特斯拉目前的走势，红灯之后出现绿灯。但是呢，博通在前面这里更加明显，因为它是红灯砸盘之后，立马第2天就是绿灯，这种在上涨当中是比较强烈的买进信号，特别是在低位还没有明显有上涨加速时产生会更好。而后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么在大幅上涨后，这一天是红灯，好，红灯之后小心风险，风险开始释放，到这一天再次转为绿灯，好，那么这一天呢为一个调整后的买点，类似于特斯拉当前的这一根 K 线。而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天绿灯之后，平安夜这一天它依旧还是绿灯，所以博通目前处于多方比较强势延续的阶段。底下呢有一个资金的动作，这个资金目前没有出现下穿零轴，也没有上穿零轴，所以我们可以用另外的一个方案去观察。什么方案呢？就是资金连续流出之后，首根翻绿重新转为流进的 K 线，它也是关键 K 线。比如说像连续流进之后，它如果出现了流出，好，这一天要观察一下，连续流进转红流出，这一天的低点最好不要被跌破，一旦跌破，调整将会延续。它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那么这一天的流出则只是简单的洗盘，价格依旧看涨。那上涨途中呢，偶尔也会出现资金的流出，那么也会出现资金的流出，但你会发现强势的上涨行情它是不会跌破的，往往都会快速的突破。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天股价这一天是连续流进之后首次的流出，好，这一天的低点是没有被有效跌破，而目前的高点也还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那么价格所以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调整时间，那么在连续的出现流出之后，首次的流进也是关注的对象，我们把它的高点如果能突破，可以作为一个加仓的信号。如果低点被跌破，那不管呢有没有红灯出现，都应该要小心。所以这一天在平安夜的这一天是博通的近期短线关键 K 线，而价格我们依旧保持持股，除非出现收盘跌破这一根 K 线的低点。现在我们看到是 PLTR 呢在平安夜的时候出现了冲高回落，最高价是 84.797。 如果你是老同学应该知道，阿哲前期视频有讲过 PLTR 上方有个压力位是 84.04 左右，那么目前呢冲高回落已经到达了这个压力，并且出现了长上影线，这在空间战法来讲是一个衰竭信号，有所风险，所以这里呢要小心一些。
如果股价收盘能够收在84块之上，那么会抵消这种风险。如果能够相对的长阳突破就更好了，往上将会打开空间，至少是$90以上。那么目前呢是还没有突破84这一个压力，所以当前的空间在压力位附近，它的上涨是有点吃力的，最好这里出现长阳突破。而通过动能 K 线，在这一天的动能 K 线，在这一天的强势动能 K 线产生之后，股价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波动？但是最近2天是没有的，所以呢它是一个顺势上涨，但是呢多方的动能没有再次变强。而在资金层面看到下方这一天是上穿的，而这一天呢是下穿的，这一天是上穿的。那么股价这一天是下穿的，下穿 K 线的低点没跌破，反而突破，所以股价看涨。下穿 K 线上穿 K 线低点没破，高点突破，股价可以看涨。那么价格出现下穿，低点没破，高点突破，价格呢依旧可以看涨。股价这一天低点不要被跌破，高点要被突破，目前的突破依旧不构成有效突破，所以目前的 PLTR 想要进一步看涨，最好收盘能够在84之上出现一个收盘的相对不错的实体阳线，会更加安全，会构成一个共振的再次加仓的看多点。这是 PLTR 它的一个技术面的快报分析。下一只个股是台积电，台积电当前构成了一个价格的组合，叫做运线，一根小 K 线和一根大 K 线，大 K 线的实体把小 K 线的所有价格都吃掉了，所以它是一个运线。运线出现的时候，如果是上涨，一般意味上涨出现了停顿，有所徘徊，投资者对于本次的上涨有所怀疑。那么我们的方向选择会把这根小 K 线的低点和它的高点作为分辨的对象。后续收盘能够突破小 K 线的高点，则方向继续向上；跌破小 K 线的低点，为方向会继续向下。这是一个价格层面上运线可以给到我们的一些观察对象。我们再看到底下的一个资金指标告诉我们，这一天也是绿灯的这一天是一个上穿 K 线。我们把前面的，比如说这一天是下穿，这一天是上穿，这一天是下穿，这一天是上穿。每一次的上穿下穿都是一个变盘信号。当这一天上穿时，它会不会是下跌中的反弹高点呢？你会发现不是，因为高点被突破，股价后续呢也没跌破，出现了回踩，但是没跌破，再次的启动。那这一天出现的是什么？股价下跌当中的下穿，那么下穿 K 线则是股价回调还是趋势下跌的关键点，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所以这里呢没有延续下跌，高点快速被突破，所以股价这里是一个低点的产生。那包括这一天出现了下跌反弹，那走到这里它是反弹的高点呢，还是会延续上涨，会跟前面这里一样吗？你发现并没有，因为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去突破，而是往下去跌落，所以这是一个反弹高点。当你出现了这样的一根 K 线，高点不能突破时，就要小心了。那么像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下穿，那股价这里下穿时，它会是一个回调低点吗？不知道，但它的低点没被跌破，高点被突破，所以它是一个回调低点，这里是个变盘低点。那目前你所看到这一根 K 线 208.05 的高点的这一根 K 线，它是一个上穿 K 线，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它的高点要尽快的被突破，只要尽快的去突破，则意味着它跟这里是一样的，还有上涨空间，它不是一个反弹的高点。如果不能突破，它就是一个反弹高点。如果顺势还把这一个运线跌破，它基本就是一个反弹高点。所以台积电下一步的看多点位呢是收盘要突破小 K 线的高点。接下来我们看到谷歌，谷歌的话呢，在前期出现了绿点之后上涨，不过它的上涨呢有所平缓，因为它没有像之前所看到的博通特斯拉等等有那么多绿灯。这个上涨它总共也就1、2、3、4、5个绿灯，最后呢以第6个绿灯见到了高点，而中间呢也出现了这种红灯后快速翻绿灯。好，我们说这种是一个砸盘信号。那么这里的红灯后快速翻绿灯就不是砸盘了，因为它已经加速过一波了。最好是在第一位出现了首次的红灯翻绿灯，快速的翻绿灯是比较好的买点，而后加速后出现就有诱多的现象，就有这种可能了。我们看到现在的市场出现了高点回落，而后再次绿灯，绿灯之后是不是买点？
买点产生，股价出现上涨。但是这里的上涨和英伟达有点像，它是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三阳小顶，第三根阳线比第二根阳线是缩短了，这里的缩短没有英伟达那么夸张，但是也缩短了。从第一天开始，从大的实体变小的实体再变小，所以上涨动能是有所减弱的。我们再看到下方的资金，这一天刚好这一天它是上穿的一根绿色柱，绿色柱上穿，再包括前面这根阳线是红色柱下穿，股价下跌时下穿，意味这一天有可能是变盘低点；股价反弹时出现上穿，那么意味这一天有可能是反弹高点。那么谷歌的这一天是资金的高点变盘提醒，它应该快速被突破，不被突破，这里就是反弹高点，低点被跌破就更加确认了。所以我们要去关注一下，股价下跌反弹时，像这里出现了一根 K 线，它呢就是变盘高点，但是高点后续被突破，低点没被跌破，略微有所压力，但快速的被突破，所以价格开始出现上涨。而这里呢就再次关注能否被突破了，别被跌破才行，跌破就是高点。我们现在看到下一个亚马逊，亚马逊呢前期低点也是绿灯，而后一路绿灯，它连红灯翻绿都没有，一路的持股即可。这一天出现了红灯，跟特斯拉一样，这里是红灯，但是红灯之后立马是低点。目前在最新的一根 K 线，我们在过节之前周二的市场出现了最新的绿灯，所以亚马逊首先有两个点，第一点是它本次反弹是不如其他人强的，因为别人是这里出现绿灯，而它是现在才出现绿灯。第二个是它当前比较好的是，在别人开始走弱，比如说谷歌、英伟达开始走弱的时候，它开始有所走强，那么它是有机会能出现一些再次续涨的机会。我们看一下底下的资金，这一天是下穿的，下穿资金会不会是回调低点，就看它了。低点没被跌破，但是也没被突破，所以下一个亚马逊关注的点位是能否突破前方阴线的高点，突破这里是低点是确认的，这里是一个回调是确认的，股价后续依旧看涨。而目前只是一个在震荡当中出现了一个买进的信号。底下看到这一个首次翻绿的 K 线，它呢已经被突破了，而且大概率是有效突破的。被突破时是一个绿灯 K 线，大概率动能有效。那么我们认为这里它是一个买入信号。下一步看一下会不会有快速的上穿 K 线产生，上穿 K 线一旦产生，就是一个反弹的临界点。像前面这里反弹临界点，第二天立马快速突破，而后跳空上涨，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那目前看一下它会不会是这种现象。当前的亚马逊还属于强势，没有走弱的表现，但是要关注左侧阴线高点的压力。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相关个股，我们先看到最为重要的重视的是 MSTR。MSTR 在前面出现了一根大阴线，触及543之后出现了下跌。这根阴线后呢，股价一直是走弱的，是很难去走出强势的表现，基本都是红灯为主，偶尔有绿灯，但是盈利是很少的，基本没有太多的利润。而最近的红绿灯出现了一个动作，是阿哲比较关注的，也是阿哲呢在内部课上有给大家去提及的，就是如果当你发现红绿灯呈现这种排列时，就是变盘的提醒。也就是说，市场出现了绿灯、红灯和绿灯，中间是一个不同色的灯，左右两边刚好是绿灯或者说红灯。像之前这里也是如此，左边是绿灯，右边是绿灯，中间是红灯，是不是两个同色的灯夹着一个异色的灯？这种叫做变盘的信号。当出现这种两边同色，中间异色，那么我们要关注它的下一个交易日。只要下一个交易日出现收跌，那么正常意味着方向性变盘是下跌，这里是变盘高点。而像现在是不是两个绿灯又夹着一个红灯？那么只要今天是上涨的，那么意味着这个地方后续将会往上变盘，往上看涨。那么阿哲呢在 MSTR 上再找一下这种排列给大家看一看，近期呢是没有的，近期呢就出现了这两次，一个是高点变盘，一个现在有机会是低点变盘。比如我们看到这一段走势是 MSTR 前期在24年6月25号以及右边的是9月16号这段行情当中，我们看一下像前面的上涨，股价走势涨到这个位置出现了连续的红灯红灯，
那你会发现是不是两个红灯中间夹着一个绿灯，两红夹一个绿灯，它是不是两个同色夹一个异色？好，那么后续是下跌的，这里就是一个变盘高点的概率会比较大。那么像这里出现了两个绿灯夹一个红灯，第二天也是下跌的，那么后续呢容易产生变盘是下跌的。当然这里呢变盘是一个震荡，那你再看到这里一个绿灯一个绿灯，中间一个红灯，第二天它是一个下跌的，所以价格呢就容易走弱，容易看跌，这是变盘方向给我们的提醒。那么看到现在它是不是也是一个绿灯绿灯中间红灯？如果收盘上涨，这里方向性我们看涨向上变盘。而后我们再研究一下下方的资金变化，下方资金目前没有上穿也没有下穿，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首根 K 线，以及连续流出之后首根流进的 K 线。像这种 K 线低点被跌破就是下跌的延续，那么像这一根 K 线如果高点能突破就是上涨延续，这里是低点，而它的低点如果被跌破就说明是一个风险延续，这里不是低点。这是通过资金层面能够告诉我们的一个方向。像前期这里连续流出之后，这一天是流进的，高点没能突破，所以这里呢不是一个好的买点。那么价格下方这里资金又再次流进了，它的高点也没有突破，所以它呢也不是一个好的买点。它可以让你去规避一定程度上的下跌反弹不能够买进的行情。你说这一天是绿点，为什么后面没有利润？这里也是绿灯，也没有利润。通过价格我们知道动能的变化，但是动能它是没有资金的，所以再关注一下下方的资金，我们搭配这个红绿灯的信号，基本就能够做到更高的胜算。那么现在这里是不是也有绿灯了？但绿灯呢没突破，所以这个绿灯它也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买点。而这一个绿灯如果能突破收盘它的高点，那么就特别好了，而现在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绿灯呢它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买点，价格上可以买进，但是呢我们最好能等一个收盘站在这一天的高点之上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当前我们所看到是 MARA 的话，价格走势从低位的连续的绿灯转红灯看跌，转绿灯看涨，转为红灯则是风险，而后开始震荡，再转为下跌。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呢是比较强势的空方，偶尔有绿灯出现，是不是也是诱多的买点？那么我们通过最近来看，这里是一个红灯之后快速转绿灯，那它会不会也是诱多呢？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资金的表现。底下的资金要看哪些呢？看一下它的上穿的 K 线以及下穿的 K 线，我们把它标记出来。那是不是有3个地方？那么这3个地方就是曾经的关键 K 线，低点不能跌破，高点突破，那么就是上涨反弹延续。股价下跌时下穿就容易是低点变盘，低点没破，高点突破，是不是反弹的低点？那么价格在上涨震荡当中回调当中出现了下穿，那么它的低点有被跌破吗？它的高点能被有效突破吗？是不是突破跌下来，突破又跌下来？然后这里呢是跌破反弹不能够有效过，再跌破，所以这一天开始它呢就不是一个反弹低点，低点变盘的效果就不明显，被连续的跌破而不能够有效突破，跟这里就不一样了。而现在是基本在水下，没有出现过上穿也没有下穿，所以变盘点呢是不明显的。我们看一下它连续流出之后流进的这一天，好，流进这一天高点能被突破吗？没有，所以它呢一样为反弹的概率比较大。好，再次下跌，再次流出，现在又是首根连续流出后的首根流进 K 线，高点能不能被突破？能被突破，说明这一个位置正式展开反弹。如果不能突破，那么又是一次诱多，哪怕是绿灯，有时候也不能简单去买进。通过资金层面来看，现在还差一点。包括 Coin 我们也是同样的分析，通过 Coin 的一个价格走势，你会发现它走的还不如我们的 MSTR 以及 MARA， 它是长时间连续的一个震荡。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呢，是不是也有绿灯，也有变盘的信号？你看这里是不是变盘信号？股价呢2个红灯夹1个绿灯，哪怕是震荡行情，它也能够给你提醒，这种走势出现之后，第二天是上涨的，好，后续股价是不是能够看涨？那么这是一个变盘信号，我们红绿灯当中一个更加高级的应用方案，也是阿哲所比较喜欢去找到的。
那么现在的 coin 呢是连续下跌，红灯之后转为绿灯，那这一天能不能够现在买进呢？或者说它会不会告诉我们一定会反弹呢？我们看一下底下的资金表现，之前这里是一个下穿 K 线，这里是上穿 K 线，这里呢是下穿 K 线，这里是上穿，这里是下穿，而后就没有了。那么这种 K 线是不是这一天是下跌中产生的？低点没破，高点突破，这里是低点。低点没破，高点突破，这里是连续反弹。这一天低点没跌破，高点后续有被突破，所以这里呢是回调低点，它也确实是一个震荡的回调低点。那么像这一天上穿了，会不会是反弹高点啊？高点没突破，低点被跌破，所以这里是反弹高点。那么这一天会是低点吗？没有，高点没破，低点被破，所以风险产生。最近的 BBD 呢是没有出现这种指标的变盘点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这种变盘点来观察。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连续翻红之后的首率，连续翻红之后的首率，它有没有被突破？没有被突破，则一样还是反弹。没有被突破，说明可能连反弹都还没产生。所以这一天虽然是绿灯，但最好是收盘站上，我们更加确定这个绿灯是有效的，会持续的反弹。以上就是12月2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圣诞节后，希望行情依旧能够高涨突飞猛进，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小概率的事件，所以阿哲呢在本期视频当中依旧要提醒一下，美股在节后是容易出现调整行情的，继续加速上涨是比较小概率的事件。所以大家如果是做短线投资，那么目前的短线利润也要记得，您可以去稍微的保留一下，或者说兑现一下。当然，如果是波段交易，那么这一个调整大概率不会影响到波段的趋势，我们可以继续的看涨美股。以上内容呢，我们讲了比较多的个股的解析，主要呢是特斯拉和英伟达以及 MSTR，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基本告一段落，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